中档价格的手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。那么价格相近的苹果跟安卓，它们在体验方面能有什么区别呢？本期就用 iPhone 16E 对比一下荣耀300 Pro。本期看点如下，推荐大家结合进度条仔细去看。iPhone 16E 是苹果的入门级产品，那么安卓这边呢，我们选择了一个价格适中、影像还不错的手机，就是荣耀300 Pro。毕竟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嘛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参与到摄影中来，他们都把自己拍摄的好看的照片上传到了视频回复里边，是你们上传的一张张的照片带领着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，也是你们上传的这一张张的照片正在改造着我们的节目，让我们的节目与众不同。欢迎收看 ZPH， 非常感谢您的点赞和加关注，尤其是加关注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。那下面我们就看看摄影环节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。器材虽然分好坏，但是摄影不论器材，能成像的器材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台手机的表现吧。iPhone 的后摄只有一颗镜头，而且它的售价相对更贵。荣耀的后摄是3颗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3倍的长焦，而且它的售价相对便宜。iPhone 16E 的拍摄界面就比较简单了，它只有主摄跟2倍的数码变焦，而且它最远的数码变焦呢也就到10倍。还有呢，就是它的高清模式是拍不了弱格式的，这点跟 Pro 和 Pro Max 系列是不一样的。荣耀的拍摄界面有 0.6 倍的超广角、1倍的主摄和3倍的长焦，2倍跟6倍呢是数码变焦，它最远的数码变焦呢是50倍。两台手机都已经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的固件，那么下面就开始正式对比两台手机了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，参数都列这儿了，就不挨个念了。作为 iPhone 16E 上的唯一的一颗镜头，上期对比大家也看了吧 ，iPhone 把它调的还是相当不错的。那这回跟荣耀比呢，我感觉主摄环节呀，iPhone 应该还会更厉害一些啊，但是它也就主摄能厉害一点了。默认设置的对比样片都放这儿了。颜色方面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喜欢 iPhone 打1，喜欢荣耀打2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应该是 iPhone 的更强，因为它默认输出的是2400万像素的照片，而荣耀这边呢是1200万像素的。还有就是 iPhone 主摄的视角更窄，它拍摄的物体啊，就中心物体会更大，所以看起来解析力呢也会更强。再看一组对比，都是默认设置，拿起来就拍啊。这回两边的颜色呢还是有些差别的啊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颜色呢？还是喜欢 iPhone 打1，喜欢荣耀的打2？这回中心解析力方面啊，如果仔细看的话，还是 iPhone 的更强，但是这回强的就不明显了，几乎是两边差不多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是 iPhone 做得更好一些啊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。那么作为只有一颗镜头的 iPhone 16E 呢，把这个镜头光学素质做得好点也是应该的。两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 ，iPhone 4800万像素，荣耀5000万像素。那看过上期对比的朋友应该知道啊，16E 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。那么这次呢，我觉得也应该是16E 的表现更好。那对比结果也是如此。但是主摄对比完了之后，超广角跟长焦 16E 可怎么办呢？那下面就到超广角镜头了。iPhone 这边是没有超广角的，那跟荣耀比起来差距就非常大了。
比如说拍摄这种风景照片的时候，荣耀的超广角就可以拍下更宽的视角。16E 那边呢，由于只有主摄，它拍摄的画面呢，只能相当于荣耀画面中心的一部分。那这么看呢，可能还不是很明显。咱们把两边的景物放到一样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视角的差距就体现得非常充分了。再换一个景物比较近的场景啊，但是道理跟刚才是一样的。16E 这边由于只有主摄没有超广角，它的视角范围是有限的。荣耀这边可以拍下更广的画面。当把景物放到一样大的时候，视角的差距就体现得更充分了。iPhone 这边环境交代的就比较局限了，而荣耀这边可以把环境交代得更完整，整体照片的气氛更好。现在确实有些朋友觉得手机上的超广角镜头无所谓，他们觉得超广角镜头不好构图，而且超广角的画质不是很好。其实现在的超广角呢，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，它的画质还是没问题的。比如说你们现在看到的照片，不就是超广角对比主摄吗？摄影器材永远以拍得到为第一位的，先是拍得到，然后才是拍得清，最后才是拍得美。那如果你的器材压根儿就拍不到的话，那就比较悲催了。看过上期对比的朋友都知道，16E 这边由于没有超广角镜头，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劣势，就是拍摄微距不行。荣耀这边拍摄微距呢，也是用超广角镜头来拍的，只不过拍的时候呢，它会用超广角数码变焦到主摄的视角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在微距成片上的差距就非常大了。在拍摄微距的时候，无论是最近对焦距离，还是放大比，还是最终成片上的分辨率，也就是解析力上的差距啊，都是鸿沟级别的差距。这个差距呢，没有超广角的16E是无法弥补的。到中长焦对比了，结果肯定没有悬念啊，因为16E 这边也没有长焦镜头嘛，荣耀这边最起码有一个3倍的光学镜头。那下面就看看它们的差距有多大吧。对比呢，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看啊，2倍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其实前面主摄的对比呢，16E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没想到到了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上，解析力方面是荣耀的更好。那这就比较尴尬了啊，因为在中长焦对比中呢，这是唯一一个16E也许能战胜荣耀的环节，但是它却输了。现在就是3倍的对比了，16E 那边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了，荣耀是有3倍光学镜头的，解析力的差距是很大的。更何况荣耀的3倍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。不过有一说一的是，它的高清模式做的并不是非常优秀啊，从画面上看呢，数码处理的痕迹还是很重的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，欺负一下没有长焦的16E，那简直是不要太轻松啊。还有就是16E的数码变焦啊，在上期对比的时候，大家都应该看出来了，它的白平衡不准啊，容易偏绿。这回跟荣耀对比的时候，它也出现了这个问题。最后再看一眼10倍数码变焦吧，这已经是16E最远的数码变焦焦段了。这回咱不说偏色啊，它怎么拍得这么暗呢？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也是没有悬念的，跟荣耀比起来呢，差距很大。再说前摄，先看前摄自拍的表现，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iPhone 这边呢，镜头的素质是没问题的，首先就是解析力方面肯定是很优秀的，但是它没有什么磨皮美颜，把我的针眼拍得都非常清楚。相比之下，荣耀那边是有一些美颜的，但是也不是很过分啊，也把我的针眼拍出来了。那如果从自拍的效果上看呢，我觉得荣耀的稍微好一些。那如果你觉得 iPhone 拍得更好呢，那我只能说，因为拍的不是你啊，稍微有一些简单的美颜呢，让人看着还是挺开心的。再说前摄录像的对比，两边在防抖跟清晰度上的表现呢，可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。那美颜方面呢，荣耀相对于前面自拍来说呢，在美颜方面就有些克制了，也可以说用真实还原来形容。在肤色的表现方面 ，iPhone 这边有些过红了。荣耀那边的肤色呢，无论是阳光照射在脸上，还是在阴影里呢，它的肤色一直表现还是比较正的。再说人像对比，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从实拍效果上看呢，它肯定是荣耀这边看起来更好看、更精神了。iPhone 那边呢，只能说是真实还原，真实的连背景虚化都没有。我用的就是人像模式，它为什么没有背景虚化呢？那荣耀这边的照片呢，看着肯定是更好看、更精神的。那如果要给它挑点刺儿呢，就是荣耀的人像模式在默认设置下，磨皮美颜不用这么重。其实它也没多重啊，只是跟 iPhone 一对比呢，它确实显得给的多了一些，是吧？那如果在拍摄人像的时候，荣耀可以分清拍的是男生还是女生的话，比如说拍摄女生的时候，磨皮美颜稍微给的多一些，男生的话呢，给的稍微少一些呢，那效果肯定会更好了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有人觉得在人像对比环节也是 iPhone 更好的话，那我只能说，因为拍的不是你。
再说直出扩张度的对比，在上期对比中呢就可以看出来，虽然说16E 它只有一颗镜头，但是 iPhone 呢已经尽量的把这颗镜头打磨得相当优秀了。在直出扩张度环节就可以看出来，它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。荣耀在售价上来说，虽然说是一个中档手机，但是它的表现也是不错的，可以说已经赶上了1-2年前旗舰手机的扩张度表现了。这两台手机都可以做到亮部能亮得上去，亮上去的同时能保留细节，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呢做的都很自然，暗部能按得下来，按下来的同时呢还能保留细节，而且也没有偏色。但是相对于16E 的稳定表现来说，荣耀的表现呢还是有一些高低起伏的。那么缺点呢，就是有些场景啊，暗部不用这么亮啊，可以稍微压得再暗一些，或者整体的曝光呢可以再暗一些。优点呢，比如说这几个场景，注意漆面的反光啊，荣耀可以把天空的反光和花朵的反光都表现出来，而16E 呢就没有表现出这点。再说夜景的表现，那么夜景呢，16E 这边是没有超广角的，那么跟荣耀这边的对比呢，也就只对比主摄就行了。先看城市的夜景环境啊，有强光有阴影，这些场景呢，两台手机如果你仔细看呢，肯定能看出不同，但是这些细微的不同呢，倒是也无所谓，可以说他们俩的表现呢都很优秀。只不过到了这个更有难度的场景，可以说荣耀的高光表现是更优秀的，高光灯牌里边的小字儿，荣耀是可以拍出来的。但是到了城市的昏暗环境呢，荣耀这边也有缺点的，就是它会触发自动夜景，而且屏幕上没有任何提示当然一旦触发了自动夜景呢，它的拍摄表现在细节呈现方面肯定是比16E 要强了。好在荣耀的自动夜景是可以关的，只不过这关闭的方式呢，得让用户自己找一下，就是在屏幕上有一个抓拍的选项啊，就是这个奔跑的小人儿，你把它点开之后呢，就可以关闭自动夜景了。那像这个场景呢，也是很暗的，关闭了自动夜景之后，荣耀的表现依旧是很优秀的。再看看长焦的夜晚表现，先看2倍数码变焦的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高光跟阴影的表现还是比较接近的。那到了3倍嘛，16E 这边只有主摄没有长焦，荣耀是有3倍的光学镜头的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就不用放大了吧，肯定是荣耀的表现更好。不过来到了城市更暗的环境之后，荣耀的3倍光学镜头呢也就不工作了，也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长焦了，因为太暗了嘛。那么这个时候两边在细节呈现方面还是比较接近的，但是在画面的观感上差别还是挺明显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效果，两边的差别呢跟3倍放大之后的效果也没有什么区别。来到了极暗环境就都打开夜景模式了。那祖传神树场景呢，虽然说两边看起来亮度不同，但是细节呈现还是非常接近的。健身器场景上期对比的时候，16E 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，虽然说它底小，但是它的光圈很大 ，f1.6。那这回跟荣耀对比呢，荣耀的底呢是比16E 更大的，但是它的光圈呢可是比16E 小很多的。但是这次的对比结果呢，如果看健身器主体呢是荣耀的表现更好，看背景的细节呈现呢是16E 的表现更好。场景难度再提高一些，16E 的画面看起来更亮一些，但是细节呈现方面呢，两边还是同一水平的。最后一个场景祖传神树 Pro， 这回在细节呈现方面，或者说是画面的观感方面吧，荣耀3倍的表现更好了。录像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的表现，两边的防抖非常优秀，颜色也是挺接近的啊。但是清晰度方面还是 iPhone 的更好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制效果，两边的颜色依旧是很好看的，防抖也都是很优秀的。但是清晰度方面呢，还是 iPhone 的感觉更好一些，荣耀那边的锐化看着有些重。虽然说前面两个对比就算还有悬念吧，现在是3倍的对比，这回就没有悬念了，因为16E 那边是没有长焦镜头的，荣耀是有3倍的光学镜头的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、清晰度方面，当然是荣耀的更好了。现在是6倍焦段的对比，也是16E 最远的录像的数码变焦焦段。那么在清晰度方面肯定也是没有悬念的，因为荣耀这边是用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拍6倍的，而16E 那边只能用主摄，所以在清晰度方面怎么可能有悬念呢？现在是主摄晚上的表现，这个地方已经属于城市环境中非常暗的地方了。解析力方面，荣耀的更好。防抖两边是差不多的，鬼影呢两边也都有。现在是3倍的表现，
没想到的是，这么暗的地方，荣耀的3倍镜头也是工作的，所以在解析力方面是没有悬念的，荣耀的表现更好。现在是6倍焦段的对比，虽然说荣耀那边已经显得很吃力了吧，但是也比16亿这边强得多呀。荣耀300 Pro 这次代表中档价位的安卓手机和价格相近的苹果对比完了。那么中档价位的安卓手机的选择还是很丰富的，有偏向性能的，有偏影像的。那作为聊影像的节目，我们肯定选择影像好的来对比啊。那苹果那边最便宜的16亿其实也不便宜，价格肯定比中档的安卓机要贵多了，但是影像配置给的还是很寒酸的。虽然说主摄的表现还不错啊，但是除了主摄跟前摄以外，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项对比可以和荣耀300 Pro 抗衡。那么就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吧，如果你们有相近的预算，你们会选苹果这边呢，还是选安卓那边呢？ 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